马奎没想到叶晨竟能想出如此手段，不但自己命将休矣，自己的3个儿子也将一辈子暗无天日，他们怎可能逃得过万龙殿的追捕？就连自己的孙子都不被放过，一旦他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蒙受羞辱和非议，那他必将恨自己入骨。到那时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姓氏。如此一来，家族的传承就彻底断了。一想到这，马奎整个人恐惧至极，他哭着哀求叶晨：“叶先生，您不能这么做啊，叶先生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就算您要让我儿子代我受罚，也不能如此针对一个孩子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我针对他什么了？我只是把他爷爷的所作所为公布出来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心里都不还怕，难道还怕这些罪行公开？而且你想过没有，一旦你们的所作所为曝光出去，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对这件事进行报道，甚至你们的事迹都有可能被各国导演翻拍成电影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上映。到时候你就真的臭名远扬了，可能到时候都不用我推波助澜，你的孙子长大后自己也会恨你入骨。”马奎整个人疯了一般，崩溃的大吼道：“你要抄我的家，让我家破人亡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”叶晨冷笑一声，不屑地说道：“如果这个世界真有鬼，那你就算变成鬼，我也不会轻饶你，不把你打进18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，都算我叶晨没能耐。”马奎看着叶晨那不屑与轻蔑的眼神，心中骇然无比。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在叶晨手里就像是一只被他抓在手心的虫子，对方想怎么整死自己都易如反掌。此时叶晨看着马奎崩溃的模样，冷笑道：“对付你们这种十恶不赦的王八蛋来说，不抄你们的家，让你们家破人亡，你们根本就感觉不到痛。”说到这儿，叶晨看向马奎，问他：“早些年东南亚一带涉毒罪犯很多，当地警方不管怎么打都打不干净，哪怕是枪毙了一轮又一轮，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往里冲。你知道当地警方后来是怎么把他们遏制住的吗？”马奎茫然地摇了摇头。叶晨笑道：“他们发现，这些涉毒罪犯虽然在外面罪大恶极，但是在家里却无一例外的很有一家之主的担当，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也要铤而走险赚上一大笔钱，给家里人盖楼房买汽车，让他们衣食无忧。只要能让一家人发家致富，他们即便是上刑场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。”再后来，东南亚当地的警方学会了一招，他们在枪毙那些涉毒罪犯之前，先让这些罪犯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儿老小被人从家中赶出来，再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家的楼房被挖掘机推平，亲眼看着自己家的汽车被液压钳撕碎，让他们看到自己付出的所有努力全部化为灰烬之后，再把绝望的他们拉去刑场枪毙。从那之后，涉毒的罪犯才真正开始越来越少。说到这儿，叶晨看着马奎，冷笑道：“对付你们这种狗杂碎，也要用同样的办法。既然金钱和家人就是你们的信仰，是你们心里的图腾，那我如果只是杀你一人，你会在心里觉得你是为信仰慷慨献身的勇士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你的信仰击得粉碎。”片甲不留。马奎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呆坐在地上，一边眼泪与鼻涕横流，一边任由四肢不断流血，整个人已然彻底绝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名万龙殿的士兵跑进来，开口对万破军说道：“店主，村庄东口有一辆车进来了，经过我们的哨兵确认，副驾驶上坐着的就是梅玉珍。”梅玉珍，万破军眼前一亮，连忙看向身旁的叶晨，毕恭毕敬地问道：“
叶先生，果然不出您的所料，那个梅玉珍果真到墨西哥来了。叶晨笑道，现在的他除了墨西哥找不到第二个容身之地了。梅玉珍啊，梅玉珍，我是终于等到你了。说着，他问那名万隆店士兵，外面打扫的怎么样了？那人连忙道，回叶先生，店主进来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在打扫战场了。那些尸体现在已经全部搬进上面的空房间里，我们的将士正在院子内外翻土，以此来隐藏血液。今天晚上风大，血腥味道散得很快。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开口说道，等他们的车进门之后，直接把人抓了带来见我。士兵立刻恭敬说道，叶先生，属下遵命。此时此刻，在这个墨西哥村庄的东部入口，随着满英杰把车开进村口，梅玉珍、徐建喜以及扮演满英杰老婆的孙慧娜均是同时松了一口气。他们4个人马不停蹄地赶了好几天的路，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这几天，他们这辆车除了加油和买食物饮用水之外，几乎就没停下来过。在他们看来，整个美国都很危险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抵达墨西哥。而且梅玉珍也打算先到墨西哥休整几天，顺便盯着把郎红军的手术做了，等美国那边风声没那么紧了，就再回去。此时开车的满英杰有些诧异地说道，梅姨，今天这儿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梅玉珍淡淡道，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。说着，他伸了个懒腰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，这一趟下来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坐车了。满英杰也没多想，娴熟地驱车前往手术室所在的位置。不过当车开到手术室附近的时候，众人忽然发现手术室门外停着很多车辆，打眼一看，至少好几十辆车。坐在后排的徐建喜也有些诧异，开口问道，怎么来了这么多车？帮派里的人都过来了。梅玉珍不由得嘀咕一句，难道老大过来了？看这架势，只有他来了才能有这么大的场面。徐建喜有些紧张地说道，梅姐，老大要时间了咱们，肯定会怪罪咱们办事不力吧。梅玉珍咽了口水，艰难地说道，现在先不要想这么多，或被海关查出来，这种事本身就很正常，要是货这么好出去，价格也自然就卖不到这么高了。这东西价格为什么这么贵？不就是要把那些沉没成本也加进去吗？这就像在万丈深渊建木桥，木头做的桥不值钱，值钱的是能在万丈深渊把木桥支撑起来的木头架子。说着，他微微一顿，认真说道，一会见了老大，你们都不要随便说话，以免说多错多，到时候我来跟他谈，相信他一定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